那个孩子呢？你是说我的孩子吗？他已经死了。当初我命薄玉兰把他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，好好保护起来。可谁成想，那个孩子竟在半路上夭折了。报应，报应，这都是报应。他夭折了。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真相。你想知道的一切，我都告诉你了。你根本不是真正的明宪，你不是我的孩子。逼你训练，对你严苛，只在乎输赢，都是因为你不过是为了保住我后位的工具罢了。我自始至终从来没有把你当做我的亲生孩子看待，所以更不会跟你离开。你走吧。你能活到现在，说明你已经找到了抑制离恨天的方法。找个地方，好好生活。明心即将被正式册封，已成定局。你对我，对瑶光山来说，已经没有用了。父后，有人来了，佘师傅先去挡住他们，我们得尽快离开。走吧。我们走吧。什么人？他们抓了我的妻儿，别让他们活着离开瑶光宫。是孟夫人。哎呀，我的祖宗啊！走，
哎呀，你个臭丫头！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，不要贸然回来，不要贸然回来！你怎么就听不进我的话呢？哎，不管什么天大的事儿，就知道咬你那个破废树灵。我很忙的，知不知道？我跑来跑去，你让我这……佘师傅，干什么？我在教训我徒弟呀！你拦着我干什么？放手啊！再不放手，我连你都揍啊！哼！你干什么？你别以为你可怜巴巴的，我就不揍你了。我……哎呀，你看我给你炖的老母鸡，锅都快糊了。哎呀，我都知道了。别跑了，石老头。你之前给我偷偷送葱油饼，母后都打我，我就以为他是怕你爱我不成器，后来他是怕我接近你，因为我接近你就知道你待我才是亲生父母待自己孩子的方式。老头，你才是我真的，我真的。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博士祖宅长尾山，不是只有博士后人才能进来吗？这是我建造的。是，你建了一个和博士祖宅一模一样的地方。我没资格进去，所以只有这样，我才能拥有一座属于他的宅院。在这里，我能够保存和你母亲最珍贵的记忆。来，来，汉桑。当年你母亲薄雨岑和她妹妹薄雨兰从张尾山逃出，机缘巧合被我救了。我和你母亲有了感情，后来啊，还有了你。但是很不幸，我们被君后给发现了。斗者和外境仙子私通乃是重罪。我被关入了庭狱。等我被放出来的时候，已经尘埃落定，而你也被神君认定就是他的长子，再也无法挽回了。我只有答应君后，绝对不会对你说出真相，以此来交换能陪在你身边。所以，我努力训练，从一个斗者
成为斗者团的尊者，再到成为你的师父。我记得你说你根本就不懂法器，瑶光山有比翼法器，根本没有好的筑气师能教我。但我就是喜欢。你呢，就自己去研学，为了能让我多学一点。把那么多好的给我，我怎么不知道我？父亲。女儿，女儿，父亲，玉森，听见了吗？我们的女儿，女儿，女儿啊！你知道这些年爹是怎么过的吗？你知不知道？石老头，我第一次看你哭成这样，别哭了，父亲。太丢人了，我不能哭，太丢人了，当爹的不能这么哭。不丢人。我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儿。啊，对了，你不是来信说，那个明星和逐水灵舟勾结，这事儿是真的吗？我在他灵脉里谈到了逐水灵舟的灵力，而且他也亲口承认了，我的身份都是逐水神君告诉他的。那不就坏了吗？逐水神君知道你的身份，那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呀。哎呀！而且现在还有更严重的事儿，明星跟逐水神君是一伙的。陈明星若真成为太子，那瑶光山只怕……而且2日后，夫君就要给他行受封大典。如今明星是落入我们手中，但我不是明线，就算把他拉下来了，以后瑶光山怎么办？逐水神君让穆奇柏豢养妖兽，已经获得了极强的法力，为何还要费尽心思，做出离恨天和黄粱梦？你到底还知道什么？我知道的都已经说了。哼！季伯岑，你个畜生！你只知道有勾魂摄魄是吧？也不一定。折磨你的办法还有很多。我是沉渊出来的，那里折磨人的法子可不少，尤其是用幽冥火烧过的滋味，将你的皮肤一点一点剥落，反复腐烂、结痂，直至形成永远修复不了的烙印。像这样，要试试吗？别！误手！我猜他们肯定也有后手。离恨天和黄粱梦绝对不是为了赢青云大会这么简单。对，
我之前有偷听他们说，捉金塔里面有什么东西，好像叫什么吞天阵，别的我就不知道了啊。他们有什么秘密能告诉我一个外人吗？哼，早说不就好了？说起来，我根本不是什么明线，跟瑶光山如今也更没有什么瓜葛了。这样一来，更管不到瑶光山未来会如何了，都跟我没关系了。哼，哎呀，为瑶光山连胜7年的战神都没资格，那谁还有资格？名义名县，它就是一个称呼，一个名字而已。你一直都是以名县的身份长大，你不是君后的儿子，那替瑶光山出战保护瑶光山生灵的就不是你了。你想要为6境而战，想要还青云大会以公平，你不是名县就不做这些了。傻丫头也好，臭小子也罢。你是聪明天仙还是蠢笨猪狗，这有什么分别？只要你俯仰之间无愧于天地，那你就是你。莲叶，你记住，你是我佘天岭的徒弟。你是我和你母亲最好的孩子，你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，听明白了吗？嗯。我拿着博仙子的画像探访他去过的地方，没想到在瑶光边境还真有人认出了他。他们说博仙子在世时常去边境采药，还会向他们打听一个眉心有印记的孩子。所以，师父当初在尘渊救下我，并非偶然。也许，博仙子一直都清楚主上的身世来历。或许。师父说他自己对不起我，并非只是因为隐瞒。还有，博仙子把药方给我之后，我就求他见你一面。他说他对不住你，还说他把真相就藏在你眼前，触手可及的地方。但是真相是不堪的，他怕你知道之后会失去对人对事的信任。触手可及。父亲，你方才说，这里存放了你与母亲最珍贵的记忆。博士一族死后留下的画像，也会承载主人生前的记忆。我和你母亲相遇的记忆，就在这画像里。师父说，真相就在我触手可及的地方。若不是因为你，君后也不会蓄意夺走姐姐的孩子。
父亲，你可知薄月兰送走的那个孩子，君后的孩子，他可是真的夭折了。玉兰回来以后，亲口告诉君后，那个孩子在半路上没撑下去。我奉命护送小太子殿下平安离开，可他身子虚弱，没能撑住，半路身陨。是我护送不力，随你处置。报应，真是报应。报应。可是，母亲和我是他这世上最后的亲人，母亲难产而死，君后又把我认下了，他甘心做这份差事，没有一点怨言。君后以你为要挟，他不得不听命啊。得知那孩子夭折后，君后也曾以眉心印记做过探查，确实没有那个孩子的半点气息。你之前说这有个眉心印记，我想，这应当是我还在襁褓中，母亲为我种下的。里面有关于母亲的模糊的记忆。我看不清母亲的模样，但她跟我说，这枚印记是我和她的骨血所化。我也曾经怀疑过，是不是薄雨兰害了那个孩子。君后也是有所怀疑，但是君后只有你这么一个希望，大家互相牵制，再也不能反目成仇了。那个眉心印记是什么？啊，君后还是想认回自己的亲生儿子的，所以在他的眉心留下了素绘印记。那有没有可能，薄雨兰暂时把那个孩子的眉心印记封印起来？导致君后以为他已经夭折了。以博士的术法，封印片刻是可以做到的。竟是瑶光君后的孩子。薄仙子那么拼命的救你，可当初竟然是他亲手抛弃你，害你从小沦落尘渊，成了罪囚。昨天我夫君去尘渊送饭，说看见一个小孩子，真是可怜，看着也就10来岁吧。是啊，听说从小就在尘渊长大的，一听啊就是被拐进去的。哎，他挨打的时候眉心是不是有个印记来着？哎，对对对，
但我看那印记，不可能是监工给他弄上去的，没准是他原来家里人弄的呢。嗯，有道理。我们去那边猜猜吧。行。等等，你还是来了。没想到我还能再见到你，你为何要走啊？我想确认的事情已经确认完了。是我对不住你，我真的以为你已经不在了。我还听说你落入了尘渊，
你不想见我，是心里还在怨恨我吗？啊？没有怨恨，我过了20年无父无母的日子。今日与你相遇，我也很意外。但此刻你在我眼中，只是个陌生人。我知道，我是个失败的母亲。那我还能再为你做些什么吗？你，孩子，主上，已经按你的吩咐，假装不查，让明星被孟夫人救走了。受封大典在即，让他逃出去，才能进行接下来的计划。主上心中已有定计，我多说无益。但你一定要记得，灵力恢复之前，无论发生什么情况，都绝对不能开启灵犀境，否则恐怕离恨天真会复发。各位，今日是日光节，要感谢神明赐予我们瑶光山的日光恩惠。同时，今日也是明星的受封大典。从今日起，要正式立程云君为瑶光山太子，履斗者团战客之职，再无更改。等等，谁呀？不知道啊。这是神仙的面具啊！对呀，是仙子，就是。哎，他是不是背后戴着明仙的面具是明仙？不知道，这明仙到底是明仙吗？是明仙吗？他就是他，这是个仙子啊！对呀，是仙子。明仙，他真是明仙，这不是他是明仙，这是明仙。对呀，对呀，明仙怎么会是女儿身呢？就是啊。醉仙明线，你叛逃瑶光山，还有脸面来阻止受封大典？不过正好，今日我就要在众人面前揭穿你的真身。父君，铁证如山，纵使君后不肯松口，但真相已摆在面前。当年君后竟说用一名女婴来冒充太子。啊！就有这种事？真是大，这也太大胆了吧！此事是真是假？太大胆了吧！怎么能有这种事呢？程灵君说的没错，我的确是个女仙。当年君后为禁修了仙术，把我扮作仙君，替了太子。欺君罔上，何其胆大妄为！君上，如果让这样一个不祥仙子冒充瑶光山的太子，且连续出战8年青云，这传了出去，岂不是让我们瑶光山沦为笑柄吗？今日让明星当了太子，恐怕才是真正的笑柄。我手里这个注释镜记载着明星勾结外境的所作所为。他从穆西白那儿拿了离恨天，在青云大会前给我下了毒，致使瑶光山落败。
你们要的离恨天，多谢韩风轩。有了这离恨天，明宪他就不再是瑶光山的战神了。如今，他成了逐水灵州的走狗，还妄图逐水神君能扶持他稳坐太子之位。如果放任明星引狼入室，那将来逐水神君是否会逐步分化，蚕食瑶光山，犹未可知。君上，明心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君上，为了瑶光山。君上切莫听信一个不祥仙子的片面之词，而让瑶光山失了太子。更何况，这位仙子她身上流的到底是谁的血脉，还有待查证吧。我是谁，已经不重要了。我今日来，是想给瑶光山光明正大的赢回你们真正的太子。你这是何意？程英君先前说的话只说对了一半。当年君后诞下长子，但却发现身无灵脉，于是，在神宫中找了个同日出生的孩子做了调包。而真正的小太子，在送往瑶光山边境的时候，被歹人所掳，流落至极星尘渊。他在那儿受尽折磨，身中离恨天，因此有了灵脉。灵脉是后天生出来的。哎，那此人不就是真正的太子了吗？是啊，那个孩子是？就是呀，他来了，这不是他也来了，他君上，君上。真的是，君后在送走那孩子前，曾用自己的血，在他眉间留了印记。真的是。一派胡言！你们二人联合欺骗神君，不就是为了不让我成为瑶光山的太子吗？心儿，仅凭一个印记，就让季伯载成为太子，简直荒唐之举！若是有我父亲佘天林的证词，不知是否可以证明？神君在上，不敢欺瞒，季伯载确是君后之子，而明宪，则是我和一个医仙之女。好了，现下的事都已明了。如今瑶光山也迎来了真正的太子，要么册封一世继续。明宪！君上，君上，恳请您看在跟贤儿的父子之前，放过他这一回吧。
明星母子勾结逐水灵州，证据确凿，受万钧之刑。君上，这一切都与仙儿无关，是我这个做母亲的一意孤行。仙儿她什么都不知道，让我去受那万钧之刑吧。仙儿他可是您的亲生儿子，求您了，放过他这一回吧。明星的所作所为，难道你做母亲的毫不知情吗？嗯，你有什么脸面来求本君？那诸事镜中，清晰地记载了明心参与其中。孽障！把他们两个给我带下去。是。至于瑶光君后，即刻废去宗位。念在他是太子的生母，不宜处决，就命他暂且禁足宫中，稍后再处置。还有佘天林和明义，诓骗瑶光山全境，罪不可恕。佘天林一律处以雷刑，明义废除灵脉，驱逐出境。来人，在，将他们拿下。等等，我若放了他们父女，眼下我已归位，处罚他们也是无趣。不行，放他们走了，如何能服众？怎能因为他曾是瑶光山太子，便可法外开恩？况且明义灵力强大，不能让他投靠敌境。本君乃是为了瑶光山福泽和苍生，只能做此决断。将他们二人拿下。是。住手！还敢反抗？你还记得这是什么吗？荼蘼镜。一旦进入这法器，便无法逃离。当时你跟我说，收走它会销毁，你说法器是瑶光山所鄙夷的，你现在倒是拿它来镇压我了。若是为了守护这瑶光山，有些法器也不妨用之。现在我做了你20年的孩子，回瑶光山待您7年，我请求您放过我父亲，所有罪责我一人承担。本君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瑶光山考虑，即便不得已，也只能为之了。这法器由你所制，知道逃不掉的。千万才不要过来！太危险了，为什么进来？主上心中已有定计，我多说无益。但你一定要记得，灵力恢复之前，无论发生什么情况，都绝对不能强行开启灵犀井，否则，恐怕离恨天真会复发。谢破才，击破在你！父亲，没事，救我！父亲，父亲，父亲。谢破才，他只是昏过去了，很快就会醒过来。多谢你。我有灵犀井，
救你们只是顺手而已。你们替我阻止了明仙受封，也算是助我夺回了原本就该属于我的东西。咱们也算两清了。我们还欠你一个道歉。我知道，我没资格替他们补偿你什么。其实这一切都跟你没有关系，我根本就恨不到你的头上，只是这实在是太可笑了。我赌上一切，为之复仇，永远感念的恩人，竟然在当初遗弃我，使我沦为罪囚。你心里清楚，我不怪你，可你也知道，我见到你，就会不断地提醒我自己，这过去的一切是有多荒诞，多可悲。我享受了本该属于你的一切。你去沉渊，是因为我；薄仙子对你造成伤害，也是因为我。只要我能为你做的，任何能让你好受一点的事，我都愿意去做。你有。
主上，主上，灵莲怎么会突然就复发了？难道你用了灵犀井？你知不知道，你这种情况，最后只会灵脉皴裂爆皮，根本就不会有离恨花瓣慢慢凋落的时间。不行，你可还记得那天人肉过的画像？这画像自燃后，竟然生出了一幅新的画像。但是，我施法会了心引，是为了不让明义看到。主上，但你看到了。记得，这件事不能让他知道。师父回来后，心情一直很不好。他和季仙君，是不是？小孩子家家，少打听这些。看起来就是这么回事嘛。我是小孩子，又不是小傻子。小点声。嗯。明义。明义。季伯仔真的加入瑶光山了，现在所有人都堵在寿华判宫外面，想要个说法。我们当然都相信季伯仔，可是这传闻愈演愈烈，明义，我得给大家一个交代啊！明义，你的手……我有件事儿，也需要给大家坦诚。其实，我就是明仙。我的儿子终于回瑶光山了。神君不必再上演父慈子孝了。明宪做了你20年的儿子，你都会因他输了青云大会而弃他如敝履，更何况我这个刚刚归位的便宜儿子。我今日来，是与你谈条件的。哼，我这个做父亲的甚是失败。前2任太子难当重任，而在我眼前的这位却要跟我谈条件。你并不在意谁才是你真正的孩子，你在意的是对瑶光山有利的人，对吧？哼，果然是我的血脉。是，谁是真正的明宪并不重要了，我要的是一个能够决胜青云大会的战客，是一个能够受万民敬仰的太子。我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瑶光山的强盛。说吧，让你位居太子之位，你要什么条件？第一，我要入驻斗者团，所有斗者皆听我号令。可以，这本来就是你的位置。第二，君后敬书，不能死。当然，静书是我的结发妻子，我会保证她余生无忧。第三，吉星渊的前尘往事都已了断，那些无关紧要的人或事，还请神君不要再去纠缠。你做这些都是为了明宪？我说了，前尘往事就此作罢，神君莫要纠缠。所以是我和季伯仔互换了身份，我的生母是吉星渊张伟山，我是后人。算起来，
我也算半个姬星渊人。哦，程云君脏了手，不可能再用他继位，所以现在瑶光山急需要一个太子来稳定局面。可是以他的性格来说，就算把瑶光山拱手送上，他也未必会多看一眼吧。所以我猜他想的是，我们在姬星渊，他在瑶光山，这样至少有2晋的力量对付逐水灵咒。但是他可能有他的顾虑，还不想告诉我们。瑶光神君小于6境，程云君明心，目无法纪，德不配位，现废其名号，改立嫡长子季伯载为太子，以正万年之统。他为太子怎么可能？季伯载怎么可能是神君的儿子啊？哎呀，真是，这也太儿戏了吧！这也明心被废也就算了，怎么能立季伯载当太子？这是真的吗？走，我们问问去。季伯载怎么会是瑶光神君的儿子呢？那明宪呢？就是啊，怎么没说明宪怎么办啊？就是绝不可以开快的往上。请神君速下决断，讨伐季伯载。神君，此事不可再拖了。太先君奏：季伯载叛逃瑶光山，应革除籍册，拒而监之。伦安先君奏：季伯载潜伏姬星渊，私通敌境，罪大恶极，应集结所有斗者，讨伐奸贼。贺先君奏：不用念了，应该全都是劝我讨伐季伯载的。今日在明士殿，众仙君已经围堵过神君1次了，就是因为季伯载的事。实在是荒谬，他们也不想想是谁在青云大会上力压明宪为姬星渊赢回福泽的。季伯载若真是暗中与瑶光山勾结，那又何必赢下2晋会？姬星渊斗者和瑶光山太子之位，这2者怎可相提并论？他们不清楚季伯载的为人，只将其视为姬星渊的杀器。如今得知季伯载竟然是瑶光山的太子，作为姬星渊的民众来说，他们担心这枚杀器的利刃最终对准自己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是啊，作为神君，我不能让我的子民恐惧和害怕。那天机，你打算怎么办啊？这檄文都堆成山了。我想，神君的心中应该已经有了打算吧。你们什么意思啊？这点点头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懂吗？虽然我不懂，但是我相信，无论神君做什么决定，都是为了姬星渊好。怎么就革职了呢？季伯载，你看他干了什么事儿啊？怎么回事啊？季伯载是叛变了！没想到他居然是个叛徒！对啊，就是说呀，就是啊，你要什么罪？这是做什么？太子殿下，不必叫我太子，叫我仙君即可。仙君，这块石头上被从前的小太子刻了字，
我们得了神君的令，想要用灵力把它擦去，可却始终……留下吧。若是神君问起，就说是我让留的。是。你就是我用灵力化成的丛兽啊！一猜你就是只猫。我最喜欢猫了。给你买吃的，花了我27块灵石，你就叫27了，好不好？喜欢吗？看你很喜欢这个名字。27，嘿，27。慢点，慢点啊！最近小心一点。是，快点啊！吉星渊寿华判宫已经革除了主上的姓名。吉星渊街头巷尾都张贴了圣桃主上的字条，他们都认定你是叛徒。如今天机已是神君，要为大局考虑。他若在此时维护我，那寿华判宫又如何安心训练呢？主上往日那些同袍，言笑孟阳秋什么的，也没有维护主上。哼，那有什么？但明义走遍吉星渊所有的街头巷尾，将写有侮辱主上的字条和画像全部揭下。算了算日子，那只猫应该回来了，它会陪着明义的。
你。 你弄的什么毛啊？白不白，黄不黄的，怎么变这个发色了？明义，这段时间我的神识一直都在灵荡里，但我什么都听得见。你最近经历的事儿，季伯仔，你们，二姐，季伯仔不会投靠瑶光山，背叛极星渊的。怎么样，不辣吧？你都能听见啊？哎呀，你这鱼干都多久了？什么呀，新鲜的，都炒不爱吃就别吃。哎，我吃一半你不让我吃。佘师傅在无归海养伤，你就放心吧，没人能发现。谢谢荀婆婆。哦，对了，主上飞书来说，他有自己的打算，让老身不必担心。可主上向来报喜不报忧，老身怎能不担心？是我思虑不周，没有跟婆婆提前说。现在外头都在传主上叛境，我自是不信外头那些傻子说的。主上为极星渊出生入死，那都是有目共睹的事情。可神君怎会如此糊涂，信了外头那些谗言，还让巡游台公事革除主上的战客之斗者之名？他这般，属实让人寒心。现在，季伯仔加入瑶光山的斗者团已是事实。天机作为神君，最重要的就是稳住当下的极星渊。我想季伯仔若在如今天机的处境，他也会这么选择的。神君有神君的顾虑，老身也明白。可是造化弄人，苦了你们这对缘分天定的夫妻。你们将来又该作何打算？未来的事儿谁知道呢？但是眼下，揭穿楚水神君所做的一切，是我跟他共同想做，并且会坚持做下去的事儿。季伯仔一心想还六境太平，他意志坚定，不会变的。我信他。明白了，老身也会替主上守好无归海这个家的。有劳婆婆啦。这是新研制的。这是你自己做的？我闻一下。降火的。哇，好香啊！尝一口。好吃吧？有6种鲜花呢。星云大会要求每境至少要有4名斗者，季伯仔又加入了敌境，我们连4名斗者都凑不齐，怎么去勘探两境会的场地？从替补的斗者中找一个呢？你们不用担心。我已经对外宣布，会在两境会正式开始前集齐人选，所以他们暂时不会取消我们的参赛资格。而且，明也答应了，他会作为寿华判宫的助气师，和我们一同去勘探。太好了！
若那些仙君有什么异议，你不必担心，也不要为此分心。我都会替你解决的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着了，着了！我真没想到，这个点火的法器能拿来烧烤。哼，如此绝妙的主意，当然只有本天才能想得到。挺好。哎，这都快烤焦了，快点先吃。天笑，过来一起吃点儿，等会儿再练。好像这时我应该说，要不要休息一下？但是两京会快要开始了，还是得加紧练习。所以这不是把药带来了。可好些？好了。孟兄的笑容真慈祥啊！不准笑，我是真心觉得他们俩现在这样挺好的。我是喜欢天机，很喜欢，现在也喜欢。但这种喜欢，就是希望天机能够开心。孟兄，佩服。别拿我红薯。我跟他在瑶光山的时候，那时候规矩森严，前辈都需要后辈伺候，而且像同袍之间还分强弱呢。那时候我就特别希望能遇到不背弃之人，但没想到啊，在极星渊却遇到了可以托付后辈给彼此的人。各境队伍按上届青云大会决选会定下的排名，依次进入灼金塔勘探场地。极星渊离了季伯载，就连一个能上战场的仙君都找不出了吗？有了女神君还不足，还多了一名女斗者。怎么，是想再输7年吗？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你们是不是吃太撑了？牙上都沾菜叶子了。你要不说话，也没人拿你当哑巴。请瑶光山斗者进入场地。姬仙，好久不见，姬仙君。没想到再见面时，竟已成了对手。是啊，如今我们已分属两境。赛场见。赛场见。这里是龙里台密室，你不会以为用了一道法术把我骗进来，就能把我杀了吧？看来万军之心还是没能治好你，还是一样的蠢。是吗？你看看这个，
姐姐这簪子能留给我做纪念吗？这是我法。司徒岭曾用自己的心头血换你不死，救命之恩，你也该知恩图报吧。空口无凭，他就算在你这儿，我也能先杀了你，再去救他。明宪，姐姐，快走！不要管我。明宪，只要我手指稍微一动，他就会气绝而亡。不信你可以试试。这一次，我会在你动手之前把他给杀了。姐姐，快走！你想要什么？先把于禁放下。不，姐姐，不能丢下于禁，明星会杀了你的。安静！我不可能对你坐视不管。姐姐，你还是在意我的，对吗？现在，你跪下。不，姐姐，不能跪下。明宪，跪下。于禁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有什么资格命令他跪下？跪下！跪下！我让你跪下，你听得懂吗？明星，你现在用的还是瑶光山的灵力对付我，说明你内心还是想做瑶光山的斗者的。你卑躬屈膝，投靠逐水神君，你难道心里不觉得耻辱吗？你难道忘了你现在用的这些招数都是我当年亲手？我不管你现在存了什么心思，我当年都是真心把你当弟弟对待的。以我同入斗者团，我是真想教好你，我从来都是毫无保留。现在学了这些招数，你都忘了作为一个斗者该有的心气。你住口！明宪，你还有脸说？就因为你事事压我一头，我付出10倍100倍努力，父君都看不到我，而你呢，只是个杂种。那我受的苦算什么？我凭什么要被一个外人事事压我一头？今日我就要断你膝盖，让你在我面前永远都站不起来！姐姐小心！为了一个逐水灵州的眼线，你竟被这种人伤成这样。司徒，朝元殿下曾救过我性命，我不能坐视不管。你都知道了。
朝元殿下，这么着急要杀人灭口，是怕明心说什么对你不利的话吗？姐姐，我只是想保护你。朝元，明心说，你曾用自己的心头血换我不死，这救命之恩我当知恩图报。但是这事儿你如果不跟他说，他是怎么知道的？还有，这道幻杀术，也是你给他的？朝元殿下，废太子这是受了万军之刑，怀恨在心，准备逃出瑶光山去刺杀明宪。朝元殿下当日与我交易，让我把明宪带给你，我可没有向逐水神君透露。若殿下真的那么在意那个贱人，今日之后，我也不介意把他的尸体留给你。方才我赐给你的是逐水灵州的幻杀术，你可以趁斗者他们勘察场地时，将明宪从浊金塔中带走。他的实力远在你之上，你又受了刑，自然不是他的对手。但你可以说，司徒岭在你手上，我对他有救命之恩。我再给你一件信物，他看了不会立刻杀了你。典籍有载，逐水灵州的幻杀之术，但凡练成，手上至少沾了10条人命。你已经决定只做朝元，不再做回司徒岭了，对吗？姐姐，我不管做了什么，都是为了你。你何苦如此执着呢？你不信？不管我为你做了多少，你都始终不相信。那你就相信纪伯载吧。为什么是他？我只知道，就算你不再是司徒林了，他就像司徒林不惜一切救我一样，我也会不惜一切阻止朝元回头是岸。朝元，你不能成为跟你夫君一样的人。来不及了。